一艘在海上航行了几十年的巨大的豪华游轮即将被炸毁。在这片钢铁的废墟里面藏着一个人，不愿意出来。而此时，船上已经装满了炸药。最后爆炸的时刻即将来临。躲在船上的到底是谁？他能活下来吗？1900年的第一天，豪华游轮的工人丹尼在头等舱的一个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人丢弃的男孩。他给他起了个名字1900。这个可怜的孩子失去了父亲，但拥有了更多的亲人。后来一次意外夺去了丹尼的生命，男孩失去了最亲的亲人。一天，孤独的男孩循着优美的钢琴声来到了头等舱，那个钢琴便是他被发现的地方。船在一个地方停泊靠岸的时候，船长准备将男孩送到当地的孤儿院。他找遍了整个船上，都没有发现孩子。当船继续起航的时候，人们听到了头等舱里传来的美妙的琴声，而这就传自那个小小的男孩。在此之前，他已经消失了1个多月。很多年过去了，男孩已经长大成人。由于常年生活在船上，无论风浪多大，船多颠簸，他都能如履平地。这时候，一个叫 Max 的小号手来到了船上。初登上船的他晕船很厉害，1900便告诉他自己可以治疗他的晕船。他让 Max 打开了钢琴的轮锁，于是随着船的颠簸，二人跟随着钢琴在船上翩翩滑动，直到他们冲入了船长的房间。1900和 Max 被罚做工，去舱底烧锅炉，二人成为了好朋友。很快，1900成为了船上的明星，所有的人都被他演奏的美妙的音乐所感染。他非常敏感，可以捕捉到每个人的细微的情感，并且用美妙的音乐表现出来。一天，他遇到了一个老风琴手。如果不是老家发生了变故，这个老风琴手将和1900一样，绝不会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离开那片土地，只身出来漂泊。从他的讲述中，1900知道，老风琴手的妻子离他而去，几个孩子都生病死了，只活下来一个女儿。正是为了女儿，他才最终下定决心背井离乡，四处打拼，并最终漂泊至此。当游船靠岸，所有的旅客都下船游览的时候，孤独的1900便会走到播音室，随便打个电话，希望能与电话那头的女孩聊天，但每次都被当作坏人骂上一顿，然后挂掉电话。1900的精湛琴艺传遍了四方，引得世界著名的钢琴师、爵士乐之父莫顿前来与1900进行钢琴决斗。3轮过后，1900完胜，这更令1900名声远扬。为此，全球著名的唱片公司将设备搬到船上，给1900录音。当他从窗户上看到窗外的一个女孩时，旋律突然变得柔和和优美起来，他陷入了爱河。暴雨中，甲板上，1900拿着唱片，想要送给那个他喜欢的女孩，因为犹豫错过了这个机会。此前，他曾对着镜子反复练习，重复着对女孩的表白。那天晚上，1900来到了3等舱，悄悄亲吻了一下女孩。客轮到港了，女孩准备离开。通过女孩的只言片语，他意识到，女孩就是那个曾与1900偶遇的老风琴手的女儿。由于人群拥挤，他再次失去了向女孩表白的机会。人群中，女孩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地址，希望他一定去找自己。在短暂的伤心之后，1900像是往常一样在船上演奏。他将之前给女孩录的唱片掰成了几块，丢到了垃圾桶里，然后继续他在船上的人生。不知不觉，很多年过去了。一天，1900决定下船。他和船上的朋友们告别，走下舷梯。走到一半，他停下了，看着眼前的陌生的水泥丛林，他愣了半天，然后丢掉了帽子。就在众人以为他将义无反顾地走向陆地的时候，他却反身回来，留在了船上。此后，麦克斯离开了那条游轮，回到了城市。二战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最终一贫如洗的 Max 穷困潦倒，来到了一个乐器旧货店，准备卖掉他最珍爱的小号。从老板那里，他再次发现了那家游轮上的钢琴，以及1900曾经毁掉的唱片。这唱片被人粘好了，那熟悉的旋律让 Max 重新想起了1900，以及二人曾经的岁月。从老板嘴里 ，Max 得知这架钢琴和唱片是从游船上收来的。
同时他得到了一个更重大的消息，那游船因为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并且即将被炸毁。这一瞬间，麦克斯意识到1900是绝对不会离开那艘船的。如果不找到他，劝他下船，他将与那船同归于尽。麦克斯奔跑着来到了港口，说服了负责人，终于上船。但找了半天，仍没有1900的任何踪迹。绝望中，麦克斯想到了一个主意。他从旧乐器店老板那里将唱片和唱机拿到了船里，在这个破旧的船的内部的各个地方进行播放，希望能唤醒躲在某个角落的1900。最终他失败了。就在他绝望的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麦克斯劝他离开，并用2人组成一个乐队来说服1900，但1900不为所动。他向麦克斯讲了那天没有下船的原因。他说，那天阻止我下船的不是我看到的东西，而是我看不到的那些。陆地上看起来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尽头。而钢琴则不然，它只有88个键，却可以创造出无限的旋律。我可以在这有限中创造无限，这才是我喜欢的生活。如果把陆地、城市比作琴键的话，在那里我无法演奏出任何美妙的乐音。所以 Max， 我不能下船。你是我的朋友，你应该明白我的选择。麦克斯泪流满面，独自下船。剧烈的爆炸粉碎了游船，也粉碎了1900的音乐之魂。海上钢琴师由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执导，蒂姆·罗斯主演，是托纳多雷3部曲之一。另2部电影分别为天堂电影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海上钢琴师不是一部典型意义上的励志电影，它有着更加深广的情感，更加丰厚的思想底蕴。一个男孩出生在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大海的航船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和人生的隐喻与写照。在船上还是在路上，这是我们人生永远面对的两难选择。关于船上和路上，可以有2种不同的解读。在此解读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做出各自的选择。船上象征了内心的所在，船上的生活隐喻着精神的生活。船上的空间虽小，就如琴键有限，却可以创造出无限的音乐。拒绝下船是一种人生态度。电影中，船下、路上代表的是世俗生活。陆地没有尽头，欲望也无穷无尽，但生命却是有限的。1900拒绝了过普通人的生活，拒绝了过属于大多数人的世俗生活，而选择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人生，一条属于自己的少有人走的精神之路。当然，换个角度，船上也可以理解为舒适区。在船上就不可能同时在陆地，在舒适区就不可能有未知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1900似乎是个退缩者。但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被舒适区这个词汇洗脑了呢？所谓舒适区，不就是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吗？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从这个意义上讲，待在舒适区未必就是一个坏事。可怕的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不能全力以赴、一心精进，而是得陇望蜀，这山看着那山高。生命有限，以有限之生命追求无限之选择、无尽之欲望，到各种各样的非舒适区尝试，恰恰会导致一个人的心神耗散，一事无成。既然绝境，就要绝到泉涌。人生在世，充满偶然，如1900之被弃于钢琴之上，这是他的悲哀，也是他的宿命和使命。一个人在陆地，在海上，在都市，在孤舟，都可以生活，都可以舞蹈，都可以获得丰盈的人生。有的人属于陆地，有的人属于海洋，有的人则属于天空。人生之道，在须弥，更在尘埃。感谢您的收看，补光说影为您分享好的故事、好的电影，感受不一样的人生。喜欢的话，请关注、订阅并点赞。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我们下期见。